我有一些特别好奇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从来没有演过轻装。没有吗？没有演过轻装戏，真的？我演过古装，但没有演过轻装，所以我也特别好奇，就你们当初拍《金枝欲孽》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？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雪地的雪，很臭的。还有什么用化肥？对，化肥一包包的。是的，是。而且我还记得我们的导演也不容易啊，因为我们人手不太够嘛，要铺那么大的地方。他是好像是监制带着导演，所以都是所有人都。所以我有帮手啊，穿着古装啊，在反正我做的太久了嘛，等得太久，我没事干，说哎，我来帮帮忙吧，一起1、2包、3包，跟我助理一起在铺这样子。整个戏拍了多长时间？7个月。有反季拍过吗？你们？当然有哎，还在含着冰块在嘴里面呢。所以他的剧本到我手的时候，半夜我还要改啊。第3天我就哭了。本次翻拍的作品《金枝欲孽》，它是港剧的纲鼎之作，集结了当时强大的演员阵容，刻画了生动的女性群像。一经播出后，风靡全亚洲，是一部难得的经典剧目。本次参与表演的演员是邓萃雯、张可颐、韩雪。可人姐好，嗨，可人姐，她在教我说广东话，好难，很难啊，是很难的。是普通话演广东话演啊，到底？当然是广东话了。我们拍2个版本好玩啊！啊，然后我走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觉得挺好玩的耶。其他组都说的是普通话，你辛苦一点了，因为我希望能用广东话来演。明白。我觉得难的是，比如说我是永寿宫的嘛，所有的剧本都是拍之前的那个晚上才给的，所以呢，我一拿可能就拿几10页。因为永寿宫都是我的地方，它集中在这个景，这7天都是拍它。对，而且既然来参拜我，都是我在说话的嘛，啊，不停说话，一直在说，主场说。那我更惨的就是，他们都可以低头想，休息一下，黑的冷冷，黑嘅冷冷，还可以想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再想一想。但我呢，永远都是这样，係啊，娘娘，做宮裏面嘅女人，盛衰榮枯都係要睇得唔得到皇上嘅恩寵。係啊，娘娘。个人表演每一场戏都是一丁点想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就一直这样。而且那个台词还是古装，再加上一些广东话连在一起，所以他的剧本到我手的时候，半夜我还要改啊，把他的背后还要改成我能说出来的。第3天我就哭了，我真的拍到崩溃，哭出来。哭出来之后呢，才是监制第一次相信我真的不行。平时太强了，他觉得你能应付。没有，我没有请强，我一直都告诉他，剧本那么实我是做不了的。他们只是逼迫你，对，所有人不行你都行，这个才是最痛苦。终于，他知道我是个女人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女演员，一点不厉害。对，我不是 super woman， 他终于知道了，他就第4天给我休息一下，不拍永寿宫。可以休息整天。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戏给我们的那个训练，还这个作品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永远观众不会忘记经典。所以我劝他一定要来的原因就是这个，我们为了这个作品，我们应该要来的。对，真的。敢唔敢唔睇過啊？嚟一次 run 一次哦，不看台词可以嗎？感受一下，好吧？我看我能不能接得住吧。我们一边听一边自己感受，然后我们就把它記下來了，好不好？邱迎上娘娘請安，娘娘萬福更安。你明知自己有病在身，點解唔留喺延禧宮啊？點啊？因為根本就冇病，請娘娘明察。你還沒說完是吧？哦，對不起。病體未愈就更加喺儲秀宮侍奉皇后娘娘。邱然入宮至今處處被人作弄欺負，如果唔係娘娘體恤，早已經不知死咗幾都唔知死咗幾多次啦，都唔知死咗幾多次啦。
若然心里只有亮亮。我们所选的这个金枝玉孽的这个片段，又是特别有情绪，然後甚至有時候很激動，話語速又很快。你父親湖港總督，但係點解你額娘會求高無門呢？因為我額娘只係佢眾多妻室中的一個。妻妾，這個係廣東話。妻妾。妾。唔得寵的淑女。庶女。淑女。我係一個唔得寵嘅淑女。就憑你一點知識，你認為你可以，你就咁同我咁樣講嘢？雷幕府係咪幾日前已經將亮亮嘅綠圖牌擺咗翻去？但皇上可要傳召。但皇上好似未傳召過你喎，可有廣東話唔通㗎？没有講可有的，沒有可有的，就普通話那個邏輯，我覺得是順得很，是挺舒服的。對，我就不知道廣東話，因為有些人大概如果你跟廣東話的那些演員的時候，你都聽他們講話的嘛，他們大概會怎麼說？都是盡量把那個廣東話白話，就把它口語化的話呢，你就但是你是覺得可有傳召很舒服，也可以。我現在一說這個，我覺得還行，對，就清楚一點。對，可有傳召，但係皇上可有傳召。瞬間就覺得哦，原來這確實就是 TVB 的台本 ，TVB 的劇。我覺得有他倆在，會把我更快的拉到那個情境裡面去。我們是不是要去柔景的那邊排啊？就是因為有一些戲的調度不在實景裡，我們這麼排其實沒有什麼大意義。你對啊，到景那兒一走，地位就走出來了。對對對。好啦。人哋話老天爺有眼，仲話咩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但係點解我所見到嘅一切，全部都係賞不當功，刑不當罪啊！我奶奶只不過係一個好無辜嘅人，就係因為皇后一個人嘅私心。不明不白咁樣被送走咗性命。如果你係咁冇眼無珠嘅，我哋做乜要拜你啊？你似乎真係好想離開呢度啊！其實我唔係唔想離開呢度，只不過我已經再冇地方可以去。人喺無論任何境況，都會有眼前所求。就好似落魄如我，都會希望個天唔好咁凍，啲墨唔好凝結得咁快。等我抄經嘅時候，可以抄得順利啲、暢順啲。哼！堂堂一個如妃娘娘，認命啊！隨便你點樣。乜你甘心情願俾皇后就咁鬥垮？甘心情願、俯首稱臣呢啲說話，從來都唔係嚟形容我柳姑落如月。做咩你唔報復啊？點解唔對付皇后，攞佢個命啊？乜原來你都咁憎佢啊？我都好想講個道理俾你知，皇后嘅命並唔係你同我可以有資格去奪取。當今世上，只有皇上先有呢個資格。你要讓皇上以你嘅喜愛為喜愛，要讓皇上以你嘅厭惡為厭惡，咁樣皇后就一定會比死更。如妃娘娘同安善到咗呢個時候，仲有咁有閒情逸致，臣妾真係深感佩服。但要同太后鬥，睇嚟只有死路一條。
当佘诗曼老师从后面走上来的时候，哇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感觉小时候看的所有的画面突然冲到面前，觉得好震撼啊！要同太后到點可以少咗你啊？點解你會喺度㗎？我嚟探班啊嘛！太好啦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！我哋終於咁多年之後，18年後，竟然喺呢度重逢，滿寵鳳啦！其實真的很驚喜，有一種萬般滋味在心頭。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，因為我們這個戲已經18年了，好像拍完之後沒有試過3個人碰頭。我現在看見他們的時候，都覺得我們都成熟了。好久沒見。對呀，很多回憶都回來了。對，真的是18年前哎，尤其這個音樂一出來，對，我雞皮疙瘩起來，真的是會這樣。但是我的感覺是我們3個人都在京劇裡面都不是好朋友哎，一出來我就覺得開始要鬥了。哎，翠雯姐，你還記得你當年戲裡戲外跟如妃有相似的地方嗎？我覺得我能呈現如妃是這個樣子的話，她肯定裡面跟我有很多像的地方。今天去選我的時候，我就跟她說幹嘛？我怕我演不了，她就叫我用眼睛瞟一下人，你不用看，你就隨便瞟一下，瞄一下。就夠了。你知道嗎，如妃？當時你在拍京劇的時候，你戲內戲外都是如妃，都是這個狀態，是吧？都是這個狀態。在那個餐廳吃飯，你都是這樣的，真的。你知道為什麼？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還沒習慣嘛，人家叫我啊，我說啊一下。那個東西就啪，對，打到臉上。在跟那個canteen，他走路也是。對呀、啊，這樣的。我說，哎，如妃來了，如妃來了。你知道這個也是監劇要求的。但是我跟他學的經驗就不同了。有一晚，你整個人崩潰了，你就撲在我的肩膀上。那個時候是剛剛棚裡面在集中拍你的戲，一個人的 solo 的時候，對。其實這是第一次我看到你脆弱的時候，我認識你這麼久。如妃本來就是一個脆弱的女子。對，其實她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，只是她好可愛。所以我覺得我們慢慢變成那個角色，對，都非常投入那個時候。對對對，我非常的感謝上天，因為在我接這個角色之前，我剛好是經歷過人生最低潮的階段，就好像打進冷宮一樣，打了好多年。但是在那段時間我不容易過，但是我並沒有放棄，而且一直在還債啊。但是我也咬住牙，有很多事情我還是不會做，不願意做。可能就是有一種傲骨的感覺在裡面。我覺得後來演如妃的時候，就有那種精力放在中間，跟如妃一樣是打不死的。無論你給我怎麼樣的困難，我都還是會站在這裡，只有你給我再有機會，我還是會再重來的。我覺得這個點可能就是當個年代的如妃的印證，跟現代鄧萃雯的那種獨立女性的那種個性。我今天演下來，我才發現這個角色並沒有離開我，就是我一穿回這個服裝，好像我們18年前又重來了。當年佘詩曼老師發的那個運鏡視頻，覺得當時特別酷。然後今天3位老師都在，可以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神級運鏡嗎？就我在後面看他，是不是？我還記得我的樣子好可怕。然後我是蹲低的，先拍你跟他，然後我是在下面，然後 pan 過來的時候我就。
我觉得老天爷好像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安排吧。当年我们那个京剧欲孽呢，就是非常受欢迎，而且变成今天的经典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珍贵。我很喜欢《金枝欲孽》，那个时候我很努力，很珍惜那个自己的角色，情有独钟。也谢谢有这个机会，我才知道原来如妃一直在我里面。我其实特别想问三位老师，都说女人是花，如果你们用一种花来形容自己，会是什么花？向日葵吧，都像个太阳的，颜色也很灿烂。希望我以后也是那么灿烂，然后一年四季都是开花的。我就觉得菊花是一种很容易生长啊，常常都有，而且它的功效很多，它不只是可以看，可以降火。对，没错，可以放在水里面泡，也可以带去供奉给我们的祖先。一个花可以有很多的用途。我觉得自己像百合，大大咧咧的那种，不是很惊艳，但是它有香味。我最喜欢是白荷，因为白荷有一点向外生长的，对，很对，霸气的有那个霸种气的，然后那个香味是浓的，你有一点头晕的。哎呦，那就是我了。满天星吧，没有一朵花可以跟另外一朵花比的。但当你送一束花给朋友的时候，里面可能都会有满天星。就是我希望就是我可以跟很多不一样的花都做朋友，就是我没有很特别，但我也是一朵花。韩雪呢？韩雪，你觉得自己什么花呢？我觉得我可能是蔷薇，看上去可能是像温室里的玫瑰，但其实是自由和野蛮生长的。我希望我是一个拥有自由的肆意生长的人。说得好。